传说啊，在西班牙巴斯克地区的一个山谷小镇中，有一位现年66岁的木匠师傅，他半路出家，自学成才，开了一家叫做 Asador Echebali 巴利家烧烤屋的餐厅。也许是从小与木头结下的缘分，他的餐厅中只有炭火作为唯一的热源，用不同的当地木材和当地食材诠释着巴斯克土地与火的料理。而正是拥有这样一位神人，餐厅也载誉米其林1星10余年，如今也是50 Best 世界50家餐厅榜单中铁打不动的世界第2。那么这个公认的巴斯克料理的朝圣之地和号称美食界掌控炭火之神的主厨，到底会给我们带来一次怎样的美食体验呢？嗨，我是喜欢带你们探寻美食的肉仔肉。那么我们废话不多说 ，Let's get started。朋友们，我们现在正在去传说中的世界第2餐厅巴斯克地区掌管炭火烧烤的神。懂行的小伙伴们可能知道哈，就是这家餐厅超级难订，网上的留的邮箱跟电话是完全已经打不通也不接的那种。我们在预定这次西班牙行程大概半年前我就已经尝试过很多次，然后再加上他们8月份整月都是休假的，所以我们在最后几天就说我们直接杀过去看一看。然后今天正好碰巧的是我们下午要去徒步，然后徒步之前呢正好碰过运气一看看，结果没想到到了现场之后跟人家噼里啪啦一顿讲，想了半天说给我们腾一个今天的2个人的位置。我在电话里紧急跟肉嫂敲定了这件事情，然后我穿着这身徒步衣服赶紧开车冲回去接了肉嫂，然后肉嫂现在正在车上补妆，完成我这个北部之行的最大的心愿吧。真的是挺不容易的呀，看看他们家到底有没有说的这么神吧。走。落座间，接风饮品已经端上。它这其实很简单，它其实就是用番茄跟蜜瓜搅融了之后，然后澄清过后的汁儿，酸酸的，很有番茄香。Yes, please。餐厅的菜单啊并不复杂，分别是由12道菜组成的品鉴套餐和一些特色的时令单点，真的都是非常非常经典的巴斯克地区的食材，而且海陆都有啊，有点期待呢。这是个很好的乡村法棍，我说实话，而且很有意思哈。我发现巴斯克地区吃法棍真的很多，可能真的是因为法国的饮食文化影响很深吧，到处都有法棍的身影啊，包括面包店卖的最多的面包也都是法棍，而且法棍非常适合用来做他们的 pinchos， 很有意思。Medium body, like very fresh, is from Galicia. Oh, it's fruity. Yeah. I like it. 我就偷尝一小口。好果呀，这个酒，对吧？很勃艮第，这也是为什么我喜欢它的原因。谈话间，开胃菜酱汁，这是2种巴斯克地区再平常不过的食材。不过虽然还未尝到其味道，外观色泽和鼻中闻到的炭火香就已经先声夺人了。让我们来试试啊！哇，好香！首先，它这个秋味肉里边筋就很少，肥瘦比例也不错，你是不会觉得卡牙齿的。然后其次就是它肉的那种熟成味道非常非常的浓，然后就是很香的那个西班牙红椒的那个味道，带一点点烟熏的味道。是一个自制的 pinchos。它底下是铺了一层番茄酱哈，然后这是它自家腌的凤尾鱼、小旗鱼。哇，很鲜，而且它面包是也能吃到那股炭火的香味，好好吃啊，兄弟！旗鱼非常的鲜，一点都不咸，但番茄的味道其实不明显，很恰到好处的弱化了旗鱼本身的那个苦味，给到了一点点果酸。刚才在吃的时候，我在想肉师傅学一学了。这确实是我们吃到过最好吃的旗鱼小面包，是吧？真的。我最喜欢的美食表达的形式哈，就是把这种简单的食材做到极致的味道。它不堆料，这就跟你在成都吃到让你一生难忘的回锅肉，在贵州让你吃到一生难忘的辣子鸡的那种感觉一样，真的很棒。接踵而至的是水牛马苏里拉奶酪球，配上番茄和罗勒，完全是经典的意式搭配。又是非常简单的一个搭配哈。怎么说呢？就是奶味非常的重，番茄稍稍炙烤过，半熟不熟的状态，但是它没有到那种
爆炸好吃。我觉得这是一个凑数的菜，它没有办法体现出主厨的功力。你们肉炒真的很严格嘞。This is for? This is for the microphone. I thought it's battery. No. 下面这道又是巴斯克地区的家常菜，金枪鱼、番茄和甜洋葱。就是炭火燎过的那种，非常非常棒的味道。它这个炭是怎么加上去的呢？很远远的稍微把它熏了一下，甚至有点类似于冷熏的感觉，都没有焦化，都没变色，但它这个味道上得非常棒。对，不愧是掌控炭火的神。哇，这个番茄也是刚刚好成熟到一个非常完美的程度。挺绝的。那又是这两样食材，我们都是在巴斯克地区反复这几天反复在吃，对吧？沙拉的里边都会有这两样东西，它这个也是把简单的东西做得非常非常棒。这种才体现技巧。但其实我挺惊讶，这个主厨之前是个木匠。对啊，他真的是自学成才的这么一个人，但是木匠用木头烧火，这不又解释通了吗？联系了，上下游的关系。小打小闹开胃菜结束，接下来就是餐厅的招牌硬菜了。Gracias。哇，这个盘子是烫的。首先热盘大好评，哇，然后这个香味啊，非常非常的棒。冈巴洛火这种原产于地中海附近的虾，在巴斯克的炭火加持下，硬是被做成了现代巴斯克料理中的高端招牌菜。巴斯克人是有多爱吃、会吃，可见一斑。哇，这个炭火的撩过的香味啊，真的是嫩是那种果冻般的质感，它本身的那种带着很浓郁的海味的鲜甜，海洋的味道。哇，我觉得在高质量的西班牙红虾面前啊，龙虾都得让道。特别厉害的地方，就是它对火候的这个把控哈，非常非常恰到好处，而且它用的是炭火，我觉得真的很精准的传达了火候两个字的概念。但确实哈，这种没处理过的虾，你在吸虾头的时候，你难免跟着内脏一起吸进去，就是有一股苦味的感觉。但除此之外，我觉得这个虾真的没有任何毛病，太鲜了。就如果你是一个很能接受海味的人，那你可以连头一起吸，会很爽。像我跟肉炒就很喜欢。好吃，有这个虾火宁愿不吃龙虾。接下来海鲜的节奏继续，这呀是一道非常原生态方式呈现的烤扇贝。厨务细节还是蛮到位的，上新的海鲜马上就换了一个新的擦手布，有烧烤的味道。哇，这个火候真的一绝呀！又是那种刚刚断生的那种熟度，就是超级 Q 弹，很嫩。然后它搭配的酱汁特别的简单，就是当地传统的噼里噼里酱汁，它是用橄榄油和鱼汤去做的稠化。然后这个鱼汤呢，应该是海藻、鱼骨熬的，本身的海味非常的重，然后有淡淡的一点蒜味跟香菜的味道。入口就是一个走鲜。所以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虽然大家说不同的语言离那么远，但对鲜的追求是一致的。对。我觉得他目前为止，他做的比其他巴斯克地区吃的米其林做的好的地方，是你说的对鲜的理解非常的到位，它很突出食材本身的各种鲜，不同的鲜。对，所以味精的发明是多么伟大，让鲜费尽千万家。对呀，以前鲜其实是贵族特权，平常人家其实是很难通过普通手段去吃到鲜的。这也是为什么发酵、熟成这些东西普遍都是来源于底层饮食呢？因为那个时候大家没有那么好的食材去，反而是用一些帮助食物储存的办法来找这个鲜味。民间也是非常有智慧的。下面这道看似平平，却引起了我和肉嫂的乡愁。茄子、番茄、红椒、葱、小洋葱，一秒回贵州，太香了。是这个味道，是这个味道。乾陵山菜市场里面蹲在旁边那个娘娘在那烤的那个味道一模一样。它还加番茄对不对？有都是制过皮的，对烧焦的做法一模一样。贵州烤蔬菜的3要素它都有了。米其林1星世界第2的餐厅，一秒共情乾陵山菜市场。贵州人民还是吃的太好了，贵州走在很前面啊。间奏小憩完毕，
回到海鲜，这道呀也是巴斯克乃至欧洲最常食用的鱼类之一——鳕鱼。又是一股炭火的香味，超香，我绝了，好浓。它这个炭火味怎么做到这么浓郁的呢？低温慢煮的这个鱼啊，入口即化，纤维感很轻很轻，很 Q 弹的蒜瓣肉，绝，真的绝。而且它这个味型就是酸汤烧椒酱的感觉。哎，看过《一饭封神》的那个小伙伴，记得那个烧椒鲈鱼吧？我觉得这个应该算是它的炭火升级版。非常香，就它妙的点是在于，如果你用一般的炭火烤的方法，鱼是不可能这么嫩的。然后如果你是用冷熏的方法，它的味道是很难如此进去的，特别是炭火的那个味道，是需要一些功力的或者技巧。因为我说实话，现代厨房这些工具其实大家都离火都太远了。接下来的一道啊，算是一个惊喜了，因为它原本并不在套餐内，相当于是给我们送了一道巴斯克的特色烤鱼。The head. Yes, I like it. The best part. Yeah. And the sauce with the bread, really good. Okay. Thank you. Thank you, gracias. Gracias. 你们肉嫂刚刚强烈要求服务员小姐姐把那个鱼头留下，因为她喜欢啃鱼头。没想到服务员小姐姐也和我有同样的品味，她说这是最好的。它这个鱼哈是鲷鱼的一种，它叫 White Snapper， 中文学名叫黑背棘鲷，然后它是用巴斯克很传统的pilpil汁来做的，扇贝的那个酱汁是一样的，但是它加了一点炸糊的辣椒跟蒜，多了一股胡辣味，这简直就是贵州跟巴斯克的融合，很有意思的味道。而且这种整鱼直接上炭火烤的这种方式哈，很巴斯克，真的非常巴斯克。它火候跟炭火味把握的也都很棒，而且这样能把鱼皮做得很好吃。法国人是直接把鱼皮给丢掉的，对，法国人不吃鱼皮，对吧？你的鱼头，我的鱼尾，你们肉嫂已经上手了。有小伙伴和我一样喜欢吃鱼面包肉吗？刚刚服务员小姐姐说这个酱汁蘸面包超级香，我已经迫不及待了。我觉得鱼你不可能吃腻了，这个蘸了酱汁的面包你们想不想尝一尝啊？哇，诚不欺我！你想，高品质的蒜香橄榄油混上鱼汤，这个味道怎么可能不好吃？海鲜结束，咱们正式进入了菜单中陆地的部分。小牛胸腺这个东西也是蛮有意思的，这个东西在法国吃的非常的多，巴斯克地区吃的也非常的多，但除此之外，世界其他地区基本上都不怎么吃。然后这里呢，它用的是炭烤的方式，让我们来试试。哇，它表面是干木烤脆了都。对。炭火的香味真的是很好的压住了胀气的那个味道。回甜的特别油润丰腴的那种质感 ，Q 弹版的炭烤脑花的感觉，然后它搭配的是牛肉牛骨浓缩之后的那个肉汁儿酱汁儿，还很有牛味，牛配牛，做的蛮好吃的，而且这是一个我以前没试过的一个吃法吧，真的是。This is Galician beef chop with 10 years and in the restaurant 38 days of dry. 主菜收尾，重磅来袭，这呀是一道被无数饕客奉为经典的，号称一口难忘的牛排。牛排也是他们家的招牌菜之一哈。刚刚偷吃了一小块，真的，它那个熟成的味道跟这个肉质实在是太棒了。我觉得烟熏味绝了。他说是才熟成了32天了，就是它能够非常分明的吃到火腿腊肉的那个香味，它的肉质又很嫩，而且在巴斯克地区吃牛排，他们是不会问你熟度的，默认上来就是3分熟。哇，会吃眼肉排的朋友啊，应该知道眼肉排小尾巴上有一坨脂肪很丰富的那个，超级香，叠加上炭火的加持，真的很绝。最精华的带骨肉部分，算了。以防有人杠，我不是餐厅里面第一个这样做的，而且人家也推荐这样吃，这就是吃腊肉的感觉。对啊，这块都揪黑了。这个牛也不枉此生啊，这是我吃过的熟成牛排之最。刚刚那个牛排啊，我还专门找服务员小姐确认了一次，真的是10年牛龄的牛，就是一般养殖的肉牛出来时间应该是在2年左右。西班牙的那个加利西亚，就是加里西亚地区，就我们前几天待的那个山区看到的那些牛啊，它们普遍的牛龄会在8到12岁左右，
所以它的牛肉风味真的是特别特别足。但是你如果是喜欢吃牛味的那种人的话，你会爆喜欢，你会超级喜欢。选位置选的也不错，肌腱很少的位置，就吃着不会卡牙齿，还是有点东西的，而且加上炭火味的那个加持。我和意大利托斯卡纳的比一下，巴黎的比了一下，我觉得这次真的算是最好的。确实啊，我们在意大利吃到那个 Fiorentina 牛排的时候，我觉得可能这就是草饲牛的巅峰了。没想到在西班牙还有高手，厉害厉害厉害！主菜结束，下面就是咱们频道的舒适区啦。浓缩牛奶冰淇淋配甜菜根汁。哎，你知道了吗？它里边有股炭火味。朋友们，牛奶冰淇淋有炭火味，可能这就是掌管炭火的神了。它甜菜汁的土腥味也很轻，提供了很好的那种自然的甜度。因为甜菜也是提炼白糖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原料，我觉得蛮好吃的，非常清爽，不腻。甜点第二道，这是一道经典且传统的法式甜品。绵密的巧克力风味，鸡蛋的味道，而且它是那种半熟的舒芙蕾，它没有完全成型的。我靠，我很喜欢他们的甜点。很浓加，很不甜。我觉得它的逻辑都是一样的，就是简单的食材用一些很棒的做法来表达出来，不是那种对食材的那种做法。很难得你们入手，甜盘子都舔干净了啊！甜点的最后一道呀，我们加了一道我的最爱法式蛋挞 flan 和巴斯克蛋糕的结合体。这个是我一个厨师朋友跟我推荐说，如果我有幸能订到这家餐厅，一定要吃的东西。怎么说呢？它有我们第一天吃的那个市场的那个巴斯克蛋糕，奶酪味有那么的浓郁，但是它的口感超级轻盈。它是如何做到在如此轻盈，像flan一样的 Q， 但是能够有这么浓郁的70克？它用的这个羊奶酪确实很厉害。朋友们，预定了啊！之后的吃懂巴斯克蛋糕系列，让我来研究一下这个东西怎么搞的。来简单总结一下，今天这一餐我们套餐价格是285。很惊喜的是，本来套餐里面我们只有一道每日鱼鲜的，但是今天给了2道，所以我们今天吃下来一共是14道菜。我觉得单就料理的品质来讲，这里吃到的东西是独一份的，但凡是出了巴斯克地区，都很难再找得到同样的东西，就更不要说阿萨多的 H 巴利这家，他自己本身对于炭火的这个掌控哈，这确实也是我们巴斯克地区对比下来最出彩、最惊艳，高了可能差不多一个档次的这么一个餐厅，这么一个感觉吧。无论是他对鲜和食材本味的这个追求，对炭火味的这个钻研，对火候的这个掌控，还是说他运用简单食材却做出不简单味道的这么一个搭配哲学和逻辑，我觉得都非常非常的让人眼前一亮，非常有特色的独一份的这么一个体验感。大致就是这样。你会再带朋友来吗？如果订得到的话。如果订得到的话。我们现在已经出来了哈，他们这里其实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安静的小镇哈，镇上可能最出名的就是他们这家烧烤店了。不过他们家餐厅确实预定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难的事情哈。我觉得技巧可能只有一个，比如说你安排一个可能1周的巴斯克的行程，第一天就顺便开车过来，然后问一问他们接下来1周哪天有位置，在现场的话会比网上预定好安排的多得多，靠缘分了吧。不过说实话，有缘能吃到这样一家餐厅，我觉得也是一件蛮神奇的事情。这应该也算是我们巴斯克旅程当中高光时刻了。好了，如果你还喜欢这期视频的话，请记得一定要帮我点赞、转发、投币、收藏、1键3连。如果你还想跟我一起去探索制作更多美食，那么请你们记得一定要关注和订阅我的频道。那么我们这期视频就先这样，下期视频再见。Peace out。